在上一集視頻已經講解離子鍵的形成，涉及金屬元素將一個或多個電子轉移到非金屬元素上，而形成兩個帶相反電荷的離子，例如鈉原子和氯原子。這兩個離子是因為靜電力的作用下而相互吸引，形成離子鍵。在今天的視頻中，我們將了解離子化合物的結構、它們的特性以及如何繪畫它的立體圖。在現實生活中，離子化合物的固體是由數以千萬個的離子組合成，而不單僅是幾個離子，而相反電荷的離子是有規律及連續地排列。這種排列模式稱為巨型晶格，例如氯化鈉是一種巨型晶格。在本視頻，我們將講解離子在巨型晶格中的組成方式，以及如何影響離子化合物的性質。同時，離子化合物是以三維空間排列組成的巨型晶格結構，科學家稱為巨型離子結構。以下展示氯化鈉的巨型晶格結構。在巨型離子結構內的正電荷鈉離子被負電荷的氯離子包圍着。留意巨型晶格是一個三維結構的晶體。在巨型離子結構內的正離子和負離子之間擁有很強的吸引力。同時，離子鍵是非方向性的靜電吸引力。離子化合物是十分容易碎裂，它們很容易受外力而碎成小塊。但為什麼離子化合物會容易碎裂呢？當對離子化合物的某個平面施加壓力時，離子便會移位，導致帶有相同電荷的鈉離子排列在一起，而氯離子亦是如此，並互相排斥。最後導致離子化合物裂開成碎塊。總結：離子化合物是一個巨型離子晶格，而不是以單一的分子形態存在。這個巨型離子晶格是由各正負離子有規律及連續地排列所組成的三維空間。如何繪畫氯化鈉晶體結構？第一步，繪畫三個正方形。第二步，畫一條直線連接各正方形。第三步，再畫出不同的中線。第四步，在立體的正方形繪畫鈉離子。第五步，同樣繪畫氯離子。繪畫氯化式晶體結構。步驟一，繪畫三個正方形。步驟二，畫一條直線連接各正方形。步驟三，再畫出不同的中線。步驟四，在立體的正方形中心繪畫式離子。步驟五，同樣繪畫氯離子。離子化合物外的離子以強大的離子鍵連繫着，需要大量熱能才能破壞離子鍵，所以熔點和沸點十分高。例如，氯化鈉的熔點約為攝氏800度。離子化合物的另一個特性，當離子化合物處於固態時，它不能夠導電，因為固態的離子化合物各離子的位置是固定，因此離子不能夠流動。但當它變成熔融狀態時，離子便能擺脫離子之間的相互吸引力，離子便可以自由流動。多數的離子化合物都能溶於水，例如氯化鈉溶於水時，
它會離解成鈉離子和氯離子。由於水是一種極性物質，各離子在水中變得穩定。因為帶有正電荷的鈉離子被帶有部分負電荷水分子的一端吸引，而帶有負電荷的氯離子則被帶有部分正電荷水分子的另一端吸引。這種溶解作用最終把鈉離子和氯離子從晶夾中帶走，導致各離子可以自由流動。燒杯內裝有硫酸鈉水溶液，並將兩根石墨棒插入溶液中，連接石墨棒的一端分別用兩個鱷魚夾連接微型燈泡和發光二極管，將另一根石墨棒連接到另一端。石墨棒分別連接正電極和負電極，以完成電路。當電路通電後，將看見二極管亮起，得出溶液可以導電。